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贵的中文学习频道，我是阿贵。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个非常有台湾文化特色的习俗——扫墓。这扫墓，也就是清明节期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活动。那不论你是正在学中文，或是对台湾的文化有兴趣，那这一集让你更了解扫墓的意义和常用的中文表达方法。那扫墓就是清扫坟墓，也叫做祭祖。也就是说，清明节这一天，或是附近的时间，那一般发生在4月初。那有些人可能更早，有些家族更早，可能3月中就会做扫墓这个活动，让人们会去祖先的坟墓进行祭拜的活动。这个习俗不只存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香港或甚至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也很常见。那当然，我不知道说这些地区他们的扫墓的方式是怎么样如果有看过这些国家的扫墓请留个言让我们了解一下别的区域是怎么扫墓的。那扫墓的目的就是缅怀祖先，表达孝心，那同时也是家族团聚的一种方式。那常用的词汇呢，我们在扫墓会说的就是清明节、扫墓祭祖、坟墓。那在台湾扫墓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一家人会提早安排时间，一起开车或搭车前往祖先的坟地。那到了现场，大家会先整理环境，清掉杂草，擦墓碑。那这就是真正的扫墓的活动。那有些人家里的墓呢，不是在大都会，不是在大城市，它可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比较偏僻的地方。那这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老先生在这边先帮你清理，先大致清理一下。那你给他一个费用，比方说2000块或3000块。所以这些人呢，他平常到了这个时间呢，他就会帮你先把杂草、把树，尤其是这种有一些坟墓是比较远的地方，杂草非常多，树也非常多，他会先砍一砍，烧一烧会做一个初步的清理。然后我们会准备贡品，那比方说水果、鸡肉、米酒，那有时候会烧香、烧纸钱，向祖先祈求平安顺利。那有些人会在拜完之后一起吃饭，那这是一个家庭凝聚力的表现。所以常用的词汇就是拜拜拜拜就是一个动作，那就是就是我们叫 pray 或者 worship 就是拜拜，就是这个动作，双手合在一起贡品就是在祖先前面呢提供的一些水果、鸡肉、米酒纸钱、香香我们就是会拿着香去拜拜incense 香就 incense， 祖先保佑。那扫墓不只是一个仪式，它也象征着台湾人对家族的重视，还有传统孝道的延续。那很多家庭即使平常住的分散比方说有些家族呢住高雄、花莲，甚至有国外的菲律宾、新加坡这一天呢都会一起回来祭祖，这台湾人的一个凝聚力的一个展现。那对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文化的教育过程。透过扫墓，更了解家庭的历史传统。最重要是一年聚会一次大家才互相了解谁是大伯，谁是二伯，谁是叔叔，谁是舅舅谁是谁那常用的词汇有什么呢？孝顺、团圆、传统、家庭
那不过随着社会的变化，台湾的扫墓文化也在改变。那像是少子化的影响，那台湾少子化是算在亚洲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那很多家庭只剩下一两个小孩，好像我爸妈的他们的兄弟呢，大概有9个、10个，那有些甚至有15个啊。那甚至很多长期都住在都市，没办法回老家啊扫墓的。那再加上现代人工作忙碌啊，我们这次的清明节是放假4天，但也很快，因为光塞车，有时候要提前住1天，这些时间就马上4天的假期马上就过了，而且还就要塞车，塞得非常严重。那有些人选择清明前后的弹性扫墓，比如一定要在当天祭祖，那这些家庭也就简化了仪式呢，甚至改用线上扫墓。但是本身我是觉得线上扫墓是还不太能接受了哈，线上扫墓不太能接受，因为这个感觉有跟美好像没什么差别啊，就是跟仪式感不够有这个仪式感了哈，所以基本上呢还是要有点仪式感啊，感觉这个比较慎重一点。那这个家族也比较会凝聚在一个某个地方啊，大家聊聊天。那还有一个趋势就是灵骨塔、纳骨塔塔位扫墓越来越普遍，因为现在地越来越少，基本上一个灵骨塔大概有20万的，有10万的10万的，有公家的公家就是政府单位的那塔位扫墓这个越来越普遍，就是它就是很像我们现在的大楼，住不起house， 住不起透天，我们就是住大楼所以祖先就住大楼那有人管理有人清扫比较干净干净很多。那也不需要真正的扫墓，因为不需要真正的扫sweeping 不需要去扫那比起传统的山区坟墓，塔位比较方便。那对家庭来说呢，比较实用，不会造成土地资源的一个浪费和压力。那常用的词汇就是少子化、都市化弹性扫墓弹性扫墓就是大家选择不同的时间大概在前后1-2个礼拜线上扫墓 online 的 Tom sweeping 纳骨塔、灵骨塔塔位。好，今天介绍完台湾的扫墓，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这个扫了这么多年对，当然扫墓是一个也蛮花时间的那所以不知道对于现在的未来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老人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说这个扫墓的这个仪式要越来越简化。因为以前很多仪式呢，我们都已经简化了越来越简化。以前可能我们扫墓的时候还要讲一段对祖先的致辞，那现在呢，这些致辞呢，我想很多人都是用 ChatGPT 在产生这个致辞，不然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正式的一个祭祖的一个致辞所以很多东西都慢慢在变化好，那今天讲到这边，好，谢谢收听那请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好，谢谢，拜拜。